元帅，妙法阁掌事思玄所到法器已被魔族转移。你速去找应渊帝君，让他务必拦截住丢失的法器，否则此战难以平息。是。 山一长老，你挑动魔族内乱，若今日交出法器，我会留你一条全尸；否则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除魔卫道。这9重天最强的法器都在我手上，休想让我束手就擒！解阵，诛杀帝君！ 修罗图腾，仙界的帝君竟然是修罗族之后。 我想你的身世，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。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那我的母亲呢？ 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她把你交给了我。应渊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，于是抹去你额上的黑纹。 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应渊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，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 帝尊，如今魔族内乱已平，被盗法器尽数追回，已录入了妙法阁。此战，天兵死伤1000，天将折损2名。火德元帅正在天医馆探慰伤员。这100年来，魔界内乱不断，每每累积仙界出手，方可平息。此次更因为思玄和魔族长老暗通款曲，将无数的仙丹送往魔界，才令战事焦灼数月。你此次下界，魔界的玄香可有异动？回禀帝尊，我的一应行动，玄香都鼎力支持。他多番表示，自己生性自由，并无野心。我细细的与他接触之后，发现他表里如一，和光同尘，并非伪善之人。 邪神玄香若真无野心，便是6界之福了。玄香如此性情，对仙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此话怎讲？
玄香，他并不适合做魔界之主，他不喜欢权势，任由长老争权引发内乱。如今魔族看似内耗，但分久必合，若有一方逐渐强大的话，魔尊之位难保不会易主。到时候大战在所难免，还请帝尊做好防备才是。明日起，天机阁天兵处停止一切修牧，皆由你来指挥，绝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。是。帝尊，已准备就绪。行行。看见了吧，一个有锦绣仙途的仙官长士，连桓清都曾向我要过此人，却因为一个情字，与魔族中人珠胎暗结，违反天条。受情罚者，若不认错，至死方歇。帝尊，思璇执手数千年，一时被蒙蔽。帝尊，可否饶恕他这次？好，如若他肯认错，死后无留其元神，允其入夜望川洗净前尘，入凡界为人。思璇，詹姨长老已死，你还有悔过的机会。爱人已死，我岂可苟且偷生？况且，明明是这天条不公，我无悔亦无错。思璇，你因为情爱失志忘义，还在这信口雌黄，说什么天道无情，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六界平安。应元君，看见了吧？一个情字，一旦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长士有情，便死伤千万；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？那将是六界的浩劫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你知道，现在六界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？那是因为妖魔冥三界暗流涌动，所有的逆贼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在等待你暴露弱点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你今日的不忍，只会生出怯懦，而如果他日六界大难，你又如何面对呀？帝君，请你即刻杀了我吧！这九重天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为詹姨受六界之苦，牺牲一切，而那人在死之前从未询问过你的安危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我不会有那一日。请有心生，帝君，难道就无心吗？我求求你杀了我，我宁愿怀着这有情的心死去，也不愿和你们这无情之人同活。我不愿意再受这不公的待遇了，我求你
我求求你杀了我！情法不可违逆，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元神。愿你能渡过忘川，重新开始，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可以爱，可以为了自己而活。范归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！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归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使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因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颜淡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唉，仙君，您别送了，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，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来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归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
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哎，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哈哈，应元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句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唉，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啊，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，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颜淡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。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颜淡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。是个正人君子。窒息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偃虚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芷溪，长侍，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颜淡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偃虚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颜淡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
你也信。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颜淡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，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颜淡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颜淡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，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？为了相助4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？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4叶汉淡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阿晨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2族之要隘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2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岐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岐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
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严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中午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旗2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2人的死别。啊，也不知道中间4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啊！我的戏码！啊！我的戏码！啊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啊。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现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。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。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2个字。
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。于墨，严丹，你先别过来，太危险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没事的。司法术只有高阶上仙才能解，你快去帮我请他们吧。我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？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废话？这神术怕火，只有用炎咒才能对付，你会不会啊？这种高阶仙法我哪会啊？于墨，你会不会？他怎么可能会啊？他是水族，而且钢化人，根本不会这个火系法术。那你赶紧去叫人啊！我在这看着他。等我，快去快去！激动仙君，救命啊！激动仙君，救命啊！好了，都没事了。多谢仙君今日出手相助，若不是您的话，我朋友不是死在魔族手里，就是被这神术给吸死了。快，没错。谢谢仙君。多谢星君。在下乃藏书阁掌事陆明，这2位仙士都是我的好友，他们最近正在写一出关于创世之战的折子戏，所以未守天条，擅闯了禁地。不知星君能否手下留情？若不是你们今夜前来，一定抓不到这2个魔族的细作。对上我自有说法，你们3人放心即可。是，星君真是德厚流光，我们无不感激。好了，早些回宫疗伤吧，下次不可再淘气了。谢仙君。如此好脾气的上仙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是啊，我之前觉得北冥仙君已经够好了，没想到今日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上仙风范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基督星君还阶乃是上仙，且仙法十分高深，仅次于4大帝君，而且为人霁月清风，温柔风雅，对再低阶的仙士啊都客客气气的，从没有人见他发过火。我们运气真好。这是什么？印章。印章？对啊，我真身的灵力所化，只要我活着，这印章便会莹莹发光。你放心吧，日后有我一日，便有你一日，我一定会关照你的。现下有2件无头案最让我挂心，应元君可知是什么？第一件是细作如何潜进天庭，所以我才带你过来。魔族之人，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这仙界与其他各界皆有结界相隔，9重天与魔族之间的结界更是上世元尊的元神所化，无人可攻破。这些细作法力又不高强，如何进得来？思玄用情至深。他既能将妙法阁的法器丹药运下界，那他自然也能将魔族之人运上9重天。莫非是他盗用了上古神器无双镜？妙法阁遗失的法器当中，正有此物。火德元帅在魔界最偏僻的幽玄之野抓到了思玄。我曾经一直没有想明白，他为何会在那个地方。如此说来，地崖之下正是通往魔界的幽玄之野。地崖是禁地，长日无人，这里就是他最安全的选择。为防魔族觊觎无双镜，我已经向帝尊请示，将其销毁，所以日后再无其他人打开结界。昭圣帝君的神器李晨，有了它，便能扫清一切迷障了。
原来魔族细作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暂时不能封，免得打草惊蛇。也对，如此缜密的布防内，魔族细作仍能行动自如。看来这平日里行事定是十分小心。哎，你可有找出其余魔族细作的方法？只需破译传递情报的方式，就能让他们主动上门。这第一案已经有了结果，这第二案，你怎么不猜了？你藏不住话，不需要问。哼，你还真是了解我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，派人暗中细细调查过了。贝琴细作伪装成弥罗宫的仙士，当值期间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接触，也没有去过任何可疑的地方。他们随身之物也都搜查过了，并没有可传递消息的法器。为了隐藏身份，他们自然很慎重。情报的传递，一定是在他们每日必经之地，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。必经之地，无非就是这条天街。这条天街所有的宫灯、砖瓦，一处都没落下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不如我们打个赌，若是我能提前找到这关窍，你就把珍藏多年的那本棋谱送给我，如何？婉清，宫墙上的装饰是否都是五瓣梅？五瓣梅，应该是吧？这我还真没留意过。你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赌还是不赌啊？为了你好，不赌。怎么会有6瓣梅花？上仙陶子气与仙魔两界来往，精通魔族秘药，此物交给他更合适。好。银蛋，汤包好了，快尝尝吧。银蛋，怎么看起棋谱来了？唉，仇人，还不是那个应元小人，天天逼我下棋。我这点小聪明已经快用完了，再不练习练习，恐怕是应付不过来。银蛋，如果你输了，不是就不用干这差事了？你以为我不要面子的？我绝对不能让那小人看扁。于墨，那日你被魔族所伤，我思来想去吧，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做仙士的，可是还是要有些仙法傍身比较好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些低阶仙法的招式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银蛋，我就不用了，别麻烦你了啊，不用教了。你刚刚翻什么白眼啊你？你这嫌弃的眼神，我就感觉很眼熟，很像那个悬心崖的那条小黑鱼。这可不行啊，于墨。啊，我要教你的第一堂课，就是作为神仙，我们要谦虚。起来，让我们练习起来。我们的真身呢，是动植物，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要分五行。我属木，你属水，这个你懂吧？我知道，水润则生木嘛。我忘你。闭嘴。我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。你问我啊，好了，总之呢，万物都有它的灵性，可我们呢，要控制我们体内的灵性。看好了，像我这样啊，瞬息而动。哼，刚刚我呢，只是小试牛刀了一把，厉害吧？你的功法真是高超啊！一般一般吧，你也别闲着，赶紧试一试。
按照我刚才教你的，第一次蜡烛不灭也不怕丢人，来吧。哦。哼，嘿，挺厉害嘛。啊，还是你教的好。不好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哎呀，我们被结界包围了，怕是出不去了。就算没有结界，也只有一个出口啊，出去也能被撞上，傻呀，躲起来。汤还是热的，他们肯定是躲起来了。给我搜。是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何人如此大胆，日日来我店内偷吃。等我抓住他，看我不把他炖了。哎，咱好像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先出去认罪。我被抓走了以后，这儿的结界自然会撤。你到时候趁机跑出去。不行，严丹，我们说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行了，我是掩血天空的人，就算我被抓了也没事儿。而你不同，你的身份不能被暴露，尤其是太游阁的人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这次能保护自己的。我做事，你放心。好好藏着。来吃饭啊？哼，好巧啊，大胆仙子，竟敢在我店里偷吃！若不是今日撞破严旦小仙偷偷煲汤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。帝君为六界日夜操劳，却连这一小碗仙羹都不肯麻烦我们天善殿，小仙实在是既感动又愧疚。我作为天善殿的掌事，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帝君的需求，失职，实在是失职。是这，帝君，您今后有任何需求，尽管派人来说，我天善殿上上下下几百种仙羹菜肴，定让帝君满意。紫怀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严旦偷做宵夜之事，本君并未授意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帝君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如此之人。我严旦辛辛苦苦起早贪黑，就为了给您做饭。我这双手，不知道被烫了多少遍。而如今，您却为了您的面子不敢承认。啊，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紫怀仙君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一看，我们的帝君竟然是如此之人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帝君，告辞，走啊，小心告辞，仙君，走了。自保而已。戏是稍微有点过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哎，帝君，我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把此事放在心里的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我向您担保，这个紫怀仙君绝对不会把此事说给别人听的，您放心吧。小小仙使，大诳语，魑魅心识。既然如此，那偃虚天宫所有的宵夜就由你来负责了吧？啊？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多加15套棋谱，不抄好不准睡觉。下去吧。是。
在衍虚天工作室也太辛苦了吧？要不然换个地方？不行，在没有揭开番规君完美神仙的假面之前，我绝不离开。啊？而且人证我都找好了。只要我们帮他修出仙身，不仅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，而且他还能帮我一起指正番规君的怪癖。那你要干嘛？哼。等着看。哼。严丹，你从没有学过医，如此贸然施针，恐怕对小龟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修仙之旅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况且，如果他以后修成人形的话，还要感谢我呢。瞧着看。被你扎死了。不能够，那典籍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得救他。哎，不行，你千万不能再动了，别把他救活了，你再死了，你们两个同时撒手人寰了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房间里面，那么多仙官过来查我，那我不是太惨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来，要不然给我看看。现在你的真力还未生效，说不定我跟他多聊几句，他便会好起来。行。龟小弟，龟小弟，你看，严旦对你多好啊，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好心。你快睁睁眼，伸伸腿，然后加油加油！龟小弟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行啊你，同为水族，果然心有灵犀。你这个小乌龟，我之前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啊你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。严旦，不行啊，这小仙龟也太小了，说不定一夜之中承受不了那么多次。要不然你让它再修炼2天，到时候等它修复好了，你再玩。也行，反正它现在在我房间里养着，我随时都可以助它修炼。不过，在它修出人身之前，我定不会让番规君好过。翻了！小乌龟啊，小乌龟，我以为带你出了玄心崖，你就可以脱离魔爪，没有想到应月那个小人还是不肯放过你。行，你行啊。哼。这杯是帝君的雀舌茶，这杯是基督星君的六物茶，二位慢慢享用。之前的密钥已破解，他们果然是双管齐下。另一队人已经趁着各宫变换法器之机，将这紫薇瓶填进了妙法阁的焚毁名录当中。昆仑神树的枝叶若入紫薇瓶，可炼制出破魂伤魄的毒药。若投入大战的话，
死伤人数不可估量。是啊，我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让陶子气将神树枝叶得手的消息放了出去。他们对于这炼制破魂之毒如此势在必得，想必负责销毁弃用法器的浅云宫中，也必定有他们的内应。此危局已经布下，只待他们出奇，我们此局便能破功成功。我说应渊啊，你怎么趁着我专心说话的时候又赢了啊？基督星君，你也说了半日了，口肯定渴了，喝口茶润润喉吧。帝君，您也是润润喉吧。欢亲，今日我倒想尝尝你的六物茶，不如我们换换。好。且慢。基督星君，小仙知道您只爱喝六物茶，小仙再去给你们加一杯就是了。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力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！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，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
什么？这叫不离着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小人，你这个小人！究竟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魔族领域？尔等微末小卒，怎配与我讲话？仙官，仙官手下留情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冲撞了长老贵客，还不快速速退下！各部长老已在会兵，大祭之日即将来临。说话长老心急如焚，正等着您来呢。邪神殿下，司玄偷无双镜，却乃我命人所为。冉青之结界，今朝成了魔界之困，我族不得不求自保之本。石破谷如今是魔界领地，他神界、仙界屯兵可以，为何我魔界却要龟缩呀？招兵10万，屯兵50万，你真是要自保，还是要谋反？如今谋反便是自保。玄香，你是我魔界至尊，你功力之高，与那应渊帝君也难分伯仲。怎么鸿鹄之身，却只有燕雀之志？殿下，冉青已亡，如若你能效仿修罗族玄烨，原来你是这番主意，看来我早就被你算计了进去。殿下，司玄已死，魔兵已征，帝尊必要追责。殿下与其负荆请罪，忍辱讨好，何不放手一搏，杀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呀？玄香，帝尊传书。应渊帝君着手彻查那些潜伏在仙界的魔族人士，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如果内卫肯出手相助，朔华长老是想为这几个走卒冒着大计湮灭的风险吗？帝尊昏庸，仙神霸道，致使6界郁结。此局若要依当下猛药，惨死的勇士更能够点燃沉浮多年的魔族子民心中的热血与怒火。我不会令他们白死的。只是没有无双镜，我们日后如何攻上南天门？纵使冉青神力贯世，如今数万年过去，结界早已薄弱。届时我们里应外合，自有破解之法。
只是事到临头，邪神玄香挣扎不决。寿华长老需为魔族千古，狠下决断。若是这些魔族勇士的牺牲都无法唤醒邪神的心，想来这6界之中，唯有那仙使陶子气的命，能使邪神回心转意。此法倒好，待我回去禀报再论。大计之绝不能变，早不得也晚不得。长老还需再忍耐些时，继续筹兵练兵，激将邪神。我们也自会在仙神之界依计部署，待到战场重聚，魔族多年耻辱，定能血洗。15。这个小人！我要学习，我要复仇。好好说话。有没有那种不用近身便可以一招制胜的仙法秘籍？给我拿来。哎，你第1天认识我呀，我对修仙不感兴趣啊。如果说我的复仇对象是应渊呢？你感兴趣吗？你终于开窍了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哼。你有毛病啊！迷人法则，我说的是在武力上一招制胜的，不是在容貌上，好不好？勾引帝君那可是重罪，是你不想活了，还是我不想活了？可是，做跟班不是你的梦想吗？你放着姻缘局这么好的靠山不要，你非要找他比武，那你直接去天刑台找个痛快。好，我去找。找到了，我看哪本哪章啊？全部啊！要学仙法不修内力，那简直是纸上谈兵。还有阴阳五行、奇门遁甲，这些都学完了的话，不出意外，你还是会被应元局一招出局。要不，你再考虑考虑我的迷人法则？不考虑，这些我全戒了，拿给我吧。巧了，这些都是名录，书籍在衍虚天宫，你只有找应元君借。不，你这儿一本漏网之鱼都没有吗？毕竟这都是中高阶仙法。也许应元君早就预知到有你这么个美人姐，天意呀！哼，若真有天意，那我颜淡便是他应元小人天生的克星。邪神虽上书陈情，称自己并无反意，然据使节陶子气所查，魔族各部长老正在大肆征兵。更是在这势破谷中屯兵10万。魔族长老中，主战者甚众。若是拿思玄之死当借口，屯兵征兵的话，逼得邪神不得不战，那此事就麻烦了。哈！邪神向来性格孤僻，深居简出，与天上的仙神也并无交际，恐难测其真心。不如我下界一趟，去探探虚实如何？这么多典籍，这得抄上半个月吧？这小仙子犯了什么错？元旦，这本小寒经抄完了，不如借我看看。抄的真好呀！可以。是啊。这本《名罗六则》我一直想看，能不能也借我看一下？我也要。多谢啊。
上身微拳，细旋六腑，然会双腕。好聪明的丫头！这小寒经能使仙力精纯，更是驾驭神器李晨的不二法诀。一个小小的仙士，竟然能碰上这样的典籍，看来这不是罚，是赏啊！当然是罚，他聒噪得很，让他抄书，我也能清静一些。殷渊君爱清静，我却爱热闹，不如把这小仙子送到我宫中如何？不送，他既是我收来的，他的聒噪当然是由我来治。哼。上身微拳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腕。学得挺快嘛，可惜腕力太弱，底盘不稳。你讽刺我，你这个小人！有吗？哎，别过来！有本事你把这个破镯子给我扔掉，我给你单挑。那你有本事自己摘，本君等着那一天。哎！迎灯姐姐，姐姐升官大喜，百事顺意，连姿容神气也远胜往日。你我都出自帝君门下，何须行礼？必矣。姐姐自离宫后，一早考取仙阶，升任仙官，如今已是一阁之首，可见这偃虚天宫众多仙士，帝君对姐姐特别的不同啊。帝君可在宫中？此布面以卷云丝柴软金所制，刀劈剑砍不损分毫，忍冬缠枝纹为底，缀以紫微晶、赤灵石等珠饰，有清新凝神之象。此布面从装饰到镶嵌，都是银灯掌事亲手所制。混元玉带破损，虽为无知仙士严旦所为，但妙法阁仍有失察之责。这忍冬纹乃帝君旧时最中意的，银灯如今不能侍奉在侧，帝君常意是至天明，唯愿这安神之物能助帝君安眠。不必了。那仙士虽无知鲁莽，但已经将玉带补好。这布面每一过重，甚是铺张，本君消受不起。这汉淡绣样过于轻浮，针脚又如此粗鄙，怎可为帝君所用？帝君若不舍旧物，银灯已带了金线银丝，愿亲手修补，必使帝君满意。帝君，帝君，严旦已将您教予的仙法典籍全部誊抄完毕，您是否要现在检阅？一个因错罚入宫服役的低阶仙士，凭何能接触到偃虚天宫的典藏仙法？别动！操控！
控术。让你犯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剑射我是吧？看我怎么报复你！哼！老天有眼！这颜淡心思竟如此恶毒，毫无规矩体统。当延续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即刻替他去天星台领罚。不必了，是本君要同他比试的，他是赢了。帝君，此举有违天条。银灯，你早也不是延续天宫的人了，非一宫之主，你却在此智慧，此举乃僭越之罪。本君没工夫替你去天刑台领罚，退下。哎，现在的仙子脾气还真是喜怒不定呢。我得把操控术交给芷溪，这样日后她也能防身。陆景等会儿会把清心咒送到你屋里，抄10遍。对了，清心咒有16次。你这小人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都搬出去，都搬走！哎，快去啊！这，住手！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拆我们台、搬我们东西啊？就凭我是披香殿的管事。披香殿管事？哎呀，他这是要那不误会一场吗？我呀，颜淡，您不记得啦？我还让陆明给您送了好多法器呢。什么法器？话可不能乱讲。反正这以后不让拍戏，你赶紧把东西都搬走，不然我可都扔了啊！哎，那你收法器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说呢？再说了，披香殿空置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排？哪怕空着，也轮不着你。天条明示，唯有已获仙阶，位列于副掌事以上者，才有资格借用宫殿。怎么？未升仙阶，便连行礼也不会吗？你该好好请教请教你的姐姐芷溪，她行礼倒行得颇有几分奴才相呢。参见银灯掌事。不过您刚刚有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姐姐不是奴才，我姐姐是妙法阁的副掌事。虽然我没有考取仙阶，但是我读过天条，天条有言。众仙有仙阶高低之分，可人却无贵贱之别。那天条有没有告诉你，仙法也分孰强孰弱呀？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心诀中说，逆转周天，力转灵窍，为什么我却周天乏力？先气凝天穹，再行逆转，然后是飞鸿于胸。飞鸿于胸，虚怀于外。
师，帝君，帝君，颜旦是我宫中仙使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管教。几时轮到妙法阁出手教训？疼吗？您都不敢说疼。该疼。欺凌仙使，骄横刻薄，这不是一阁之主应举之德。思璇触犯情节，是你告发，他确实有错，我唯有一叹。但是本君的人，你动不得。送长侍回妙法阁。是。你是小寒精啊？银灯常年苦修小寒精，我也就跟着学到了些皮毛。倒是你呀，来了延续天宫后，见识倒是长了不少嘛。别提了，应月那个小人天天罚我抄书，想不长见识都难呢。小寒精是万年前的古籍，按照当时的修炼之法，肯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真的要练的话，连口诀都要变一下了，麻烦得很。你倒是抄书抄出了不少见识嘛，说来听听吧。比如经上说先天机后玄苍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如今天庭众仙的修炼习惯应该是先玄苍后天机，不然气息会凝滞，而且威力也会减损的。这些是帝君点化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那个小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。你呀，修为不精，上来就接触到这些高阶仙法，容易糊涂，而且你万万不可自作聪明，牵强附会。刚才这番话要是让别的仙官听到了，治你个不敬法典、辱没古仙人之罪，可怎么办？那我便只能求止息仙子给我一条活路，给我一口饭吃了。不与你说了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有什么事儿比你亲妹妹还重要？各宫法器200年更换一次。上次例行巡检时，妙法阁中有几件法器因年久破损，添补至损毁名录之中。掌管焚元炉的潜云宫提出，由于此次损毁的器物过多，所以要妙法阁提前将法器送过去，今夜由我送钱。这里面是不是有紫薇瓶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怎么能让你去送呢？我是副掌事，向来就负责这些啊。怎么了？没，我就是觉得这夜黑风高的，各个宫都不太平。姐姐，要不然你别去了，换个人吧。你怎么还操心操到我头上来了？你就应该多动嘴巴，少动脑子。我真的得走了。不行，帝君，我愿意把6界上下所有的棋谱抄录100遍。抄棋谱可以，换人不行。此事体大，稍有不慎就会6界动荡。此局设下多日，已到关口。焚气之时若忽然换人的话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此次抓捕由本君带兵，你姐姐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我上次差点死在魔族手里，而且这次不光有仙界的内应，还有魔界的奸细，还有一群天兵天将。这万一混战一打起来，你肯定只顾6界的死活，你不可能顾我姐姐性命的。你在质疑本君？没错，我是在质疑你。6界的安危很重要，可是我姐姐的命也很重要。
你们设局让他当鱼饵，却不告诉他前因后果，也不问他愿不愿意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？哎，严淡，别过来！不过现在有一个县城想做烈士的人，我愿意代替芷溪。我们是同根双生，我可以用转容诀短暂的变化为对方的容颜，只要所见之人不施法查探，就不会有人知道，这样不会扰乱帝君您的大计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也不会给人落下画饼的。画饼？我看6界话最多的就是你，早晚把你的嘴给缝了。帝君，芷溪是我们四叶邯郸一族的希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望帝君成全。实在是过早。允了。多谢帝君，严旦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来报答帝君的恩情。先至玄苍，后行天际。怎么可能？芷溪，你干什么呢？银灯长师，总长是要寻你议事，我寻遍整个阁里都找不到你人影，原来躲在这儿，肆意损坏阁中器物。这妙法阁的差事是多让你生气啊！银灯长师，我方才是在练功，并没有故意损坏法器。你上午去偃虚天宫找你的好妹妹了，是不是？别一天到晚拿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对着我。今夜要送去乾云宫焚化的东西可收拾好了？都准备好了，还不快去把它拿过来！是。七件都在这里了，送去偃虚天宫吧。是。为什么？今夜不是该由我护送吗？刚刚帝君传来密旨，这批法器转交偃虚天宫严旦护送。妙法阁分内之事，从未有过交托于外人的先例。你们姐妹俩到底商量了什么好主意，让帝君觉得妙法阁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你最好问清楚你妹妹，她抢的不只是妙法阁的差事，更是你芷溪的差事。刚刚这个巴掌也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妹妹赐你的。双生之物向来一强一弱，我知道你没用，但我寻思着，你总比严旦强些。若真是我看走眼了，我先下告诉你，妙法阁不收废物。严旦，你为什么要抢着去送法器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已熟读宫中仙法秘籍，
寻常魔界中人不是你的对手。宫外巡逻天兵已得我授意，随时可破门接应。你发髻上的珠钗有以影监察之效，若贼人出手，我即刻便知。能将紫薇瓶添补至焚毁名录之中，必有仙界仙官作为内应，最好识出那人是谁。妙法阁中需要焚化的旧法器7件俱在，烦请燕池仙官查看。芷溪仙子办事向来谨慎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深夜办差辛苦，我已让仙师备好了茶水，不如仙子先去屋内稍坐片刻。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。何敢谈辛苦二字？依中阁之规，焚化过程须由我亲自看到，这样我回去也好向长师交代。也好，开炉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进去。这是刚在后门外逮到的。你没事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点伎俩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你是芷溪的妹妹，偃虚天宫的颜淡。你不是我们乾灵宫的，你是何人？姐姐，小心！严丹，快跑！你打不过他的。姐姐，你快走！我也太厉害了吧！手。啊不！松开。不！这人都倒了，你还要抱到什么时候啊？吃什么了？劲儿这么大？要你管？要我管？你不是要当烈士吗？
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不能，你没看到刚才的架势，你再晚来点，我都要被烧成灰了。挑了好，本君正好落个清净。哦，参见帝君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你知不知道，焚化旧法器是魔族奸细刻意为之，为的是以紫微瓶还有神树枝叶炼制剧毒。我怕你来此地危险，我才顶替你的。你怎么还跟过来了？多谢应渊君对颜淡悉心教化，令他仙法渐长，只系感激不尽。悉心教化，不过也是他天资聪颖，本君不必鞠躬。多谢帝君称赞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对了，那个盐池仙官使了个猫腻，真的紫微瓶在他袖子里，你记得查看。好了，审查奸细词等仙界大事我们就不参与了，我先送我姐姐回去了。帝君告辞。走吧，姐姐。走了。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芷溪的功课最好，修为最强。如今颜淡得应渊君的教化，仙法突飞猛进，恐怕早盖过了芷溪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只怕之前是我们误把山鸡当凤凰了。说谁山鸡呢？谁天资平平啊？你天资卓越，你怎么不考个仙官啊？你怎么不当个副长事啊？他要是天资平平的话，我看你是天资奇差。你不光奇差，你还坏心眼儿。你心眼怎么那么坏呢？你还跑是不是啊？我帮你去教训他们。不必同他们置气了，更何况他们说的也没错。帝君不是一早就说过了吗？我的确是那个弱的。你怎么能听那个小人帝君说的话呢？你现在是众仙子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你也考上仙阶了，并且是仙官，谁还比你优秀啊？可是今日我敌不过燕池仙官，你却能几招将他制服。哎呦，我那是碰上运气了，我不过是恰巧读了几本仙书。如果你在演虚天宫被教习的话，你肯定比我厉害，一招就能把他制服的，真的。我没有那样的运气。你快走吧，就送到这里，省得银灯看到又要刁难你了。可是，行吧，芷溪，你记住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厉害的，是那个永远会保护我的姐姐。别瞎想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别理他们，如果他们欺负你，告诉我。没事吧？怪我教的太快了，不心急，慢慢来。师傅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很有名的，汉丹化人解妖池之威啊，那可是段佳话，全仙界都知道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他肯定是弱的那个。别人教3遍怎么都学会了，他学几天也学不明白。不是教得快，是他笨。就是啊。好了，不要议人是非。天资差一点没关系，可以以听为主，不用逞强硬学。要是学不清楚，反而伤了自己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是弱的那个，我能学会。
昨天在藏书阁翻到了好多本捉妖打怪的细折子，可好玩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严蛋，你不能总这样天天逃课啊，要不然可没有教习师傅愿意教你仙法了。那教习师傅讲课讲得太无聊了，哪有看细折子好玩啊？你不去，那我自己去啦。去吧。我帮你收好啦，不用谢。这么多年，我刻苦修炼，屈辱忍耐，我咬紧牙关往上爬呀爬，爬进了妙法阁，爬上了副掌事之位，眼看着又要爬上仙阶。我以为努力能改变这一切，原来还是逃不脱一出生就注定的命运。严丹，你天赋异禀，做什么都轻而易举，你永远不会明白的。谁啊？哎，你坐那么高干什么？你仙法那么高强，就算是往下跳，你也摔不死的。你不光摔不死，你还会连累我这个可爱又无辜的小仙士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一步。你干嘛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拍瓦片会吗？哦，怎么样？我赢了，喝酒喝酒，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喝。咦，来，马上。哎，你说像你们高阶神仙都那么奇怪，还是只有你那么奇怪啊？翻乌龟、砸瓦片，其他神仙也会这样吗？哦，你就没有一点正常的兴趣爱好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。罚我抄书，让我补腰带，逼我下棋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奇怪归奇怪，开心最重要啊。我平日看上去很不开心吗？唉，怎么会有开心的神仙动不动就去翻小乌龟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已经是帝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如今奸细已经找到了，事情也平息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只怕事情还没有平息，又要开始了。当你很渺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改变，就像你一样，排戏、捣乱、交朋友。一旦身居高处时，很多事情你根本都改变不了。所以你就打算跳楼？看流星。看流星？
那不是凡人的说法吗？他们都喜欢对着流星许愿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其实这只是天上布星的神仙挥一挥自己的拂尘而已。但是他们都相信，自己许下的愿望会实现。那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6界太平。嗨，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回答？怎么可能有人许愿不是为了自己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许的愿望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了，还有我姐姐跟我朋友，我也会帮他们一起许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6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6界的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装不下其他。6界之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。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那如果旁人不知道你的牺牲呢？或者像9级一族那样被人遗忘，或者被人唾弃，你也愿意吗？作战不是为了美名，也不是为了被铭记，而是为了停止战争。见过生灵涂炭，就不想再看到往日的景象再出现。还好我生在太平盛世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懂。不过你这样也挺好，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，什么也没有经历过，不用去想，那就希望自己的愿望没有白许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努力排戏，无非是想在瑶池盛宴表演时拔得头筹，好让帝尊赐你一个恩典，对吧？那你说说，你心里不虚伪的愿望是什么？找靠山啊。那本君这座靠山不好吗？帝君，您是仙尘不染，我不配。我想找的是我姐姐芷溪这样的靠山。如果她以后升了仙阶的话，就要下凡历难。可是我姐姐她不喜欢凡间，所以我想请帝尊让我代替姐姐下凡。等以后我姐姐成为更厉害的神仙，我就可以到她的宫里给她捏腰捶腿，蹭吃蹭喝。那偃虚天宫也能蹭吃蹭喝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哎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自由自在惯了。我呢，帝尊急诏，速请银元帝君玉清宫议事，烦请从速通传。帝君，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您酒气深重，这般不胜杯勺，恐怕有违帝尊对您恬淡客气、秉玉绝缘的期望啊。今夜抓捕奸细，审讯多时没有结果，本君无法安睡，这才小酌了几杯。我将天庭的兵房重新设计了一下，仍然觉得不太稳妥，本想着明日早晨奏禀帝尊。帝君思虑周全。先是陶子期刚刚再次来函，帝尊又得知了浅元宫一宫长室谋逆通敌之事，忧心难眠，因而传唤。这几日宫中来了几只灵雀，正在房上筑巢。看来当帝君
也没有什么滋味儿，还是当小仙来得快乐一些。你此去需万事谨慎。魔界暴乱无休，天庭兵防调整，为的是有备无患。日后如何，尚未可知。我们是一同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兄弟，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要我说，天牢里那几个谋逆的仙官和贼子都是硬骨头，他们若不肯招，杀了便是。我提着他们的人头丢到魔界去。这虚实才算是探得彻底。若真有万一，这天庭也算是师出有名啊！啊，很好笑吗？桓钦，创世之战时你冲动鲁莽，老是顶撞帝尊。这些年我还以为你改了性子，没想到你还是如此强硬。要是你这么冲动鲁莽下去的话，我怎么放心你下界？应渊君这般为我考虑，若让天庭里的仙子仙娥们听到了，一定又要心里面编排我了。参见帝君，参见冀都星君。是你？帝君未雨绸缪，调整天庭布防，披香殿这样的闲置公寓也能得到恩惠。增派防守，实在是帝君眷顾。披香殿，你何时对看戏听曲感兴趣了？宫中仙士说我郁郁寡欢，无趣得很。正好，该寻一些正常的兴趣爱好。也好，你松法些，下面的小仙才敢快活。我还要回宫收拾一下下界的行囊，先行一步了。桓钦，凡事谋定而后动，若有异常，先发信回天，再做计划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走了。怎么了？这混元玉带可是帝君的爱物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！两位仙子，这腰带伴了帝君2000年了，你们竟然如此不小心！是谁摔坏的？仙师长，仙师长，我是玄心崖的颜淡，此物是我摔坏的，跟芷溪无关。你低阶仙士擅闯此地，摔坏帝君之物，必须跟我回隐虚天宫领罪。这玉带虽然不是副长室砸的，但毕竟是副长室看管不严所致。帝君和妙法阁的总长室那边，我也不好隐瞒。此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勿责怪姐姐。此事还要看帝君如何处置。走吧。颜淡，放心吧，姐姐，没事的。晚上等我来取仙境筑基哦。等我。